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启示是根基。什么是启示？当玛利亚在坟墓里找不到主的身体而无法释怀，站在坟墓外面哭的时候，主在复活里与她对话，她却以为是看园的。然而当主叫玛利亚的名字，玛利亚立刻就认出这是主。主呼唤玛利亚名字的声音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启示。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主在复活里与两个门徒同行，与他们对话、读经、同住。两个门徒虽然心里火热，谈论着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也明白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，却没能认出与他们对话的就是主。直到主拿起饼来，祝福拨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认出主来。主的拿饼拨开递给他们，这一连串的动作对门徒而言也是一个启示。当彼得带着其他门徒冷淡退后，回去打鱼，那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。主在复活里询问他们有吃的没有，他们虽回答了主，却未曾认出他来。然而当他们照主所指示的下网，结果鱼多的拉不上来的时候，主所爱的门徒就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些鱼和那张网使那个门徒认出主来，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启示。启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深奥难测，它是除去幔子的意思。从前遮蔽你视线的东西，现在被挪去了；从前没有看到的，现在看见了。而我们所看见的，就要决定我们所活出的。我们如果只在物质的领域里、肉身的领域里、宗教的领域里，就会像坟墓找主的玛利亚，像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，像整夜打鱼的彼得。然而只有在灵中，我们才能看见启示，对事情就会有全新的看见，看到主的复活，他的旨意和他的经纶，并且活在其中。马太福音16章，主为了启示他自己，刻意离开弥漫着宗教气氛的耶路撒冷，来到清新的该撒利亚腓立比。主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此时彼得来到了他在福音书里少有的高光时刻。他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主知道这绝对不是彼得从血肉里看见的，必定是诸天之上的父所启示他的。主借着彼得关于基督的启示，进一步启示出了召会。反复思想，与主对话，我写下了这首诗。加利利海讨生活，蒙主呼召称彼得，与主同行3载多，天然肉体常犯错。一日忽然主问我，糊里糊涂大胆说，你是基督活神子，得主夸耀并所托。随口一说，启示得，尽是附在灵中坐。基督奥秘照会阔，阴间之门胜不过。诸天之国钥匙握，掌权开门进天国。捆绑释放全由我，主不与外人说。纵然与主同行3年多，如果不能超越血肉，得着父从诸天之上给我们的启示，也是徒劳。不止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启示的，我们对召会的认识也必须是启示的。主问我们他是谁，我们也要问自己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在启示里过召会生活呢，还是在血肉里过召会生活？启示揭示并实化一切，是召会生活的根基。如果没有启示，召会生活就是宗教，
就是死的，就是干的，就是贫瘠的。我们的神乃是启示的神，求主给我们启示的灵，在启示里过召会生活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